2023最火热的词，毫无疑问是 AI。有人用 AI 帮忙写作业，有人用 AI 生成各种精美图片，但你有想过 AI 会如何影响汽车行业吗？尤其是 AI 对自动驾驶的影响。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新观点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方案再加上多模态大模型后，有望成为自动驾驶最终解决方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自动驾驶的发展历程如何，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首先，我们先来做一场测试。进入 ChatGPT 的 Vision 对话窗口，这是 GPT 更新的新功能，我们可以上传图片给它进行对话交互。比如我上传一张图片给它，问它图片里头有哪些信息 ，AI 的描述是很准确的，但并没有识别出在前方货车旁边有白色的障碍物。但我们追加提问 ，AI 却给出了很准确的回答和行车建议。再来看一个案例，我们提问 AI 目前图片都有哪些信息和需要关注的地方 ，AI 只识别出来了2辆车，但实际是有3台车的。然后我告知它，接下来是3秒后发生的画面，这时我应该怎么办 ？AI 已经识别出发生了车祸，建议车主保持冷静并减速。最后我们再看一看 AI 对路面积水的理解，它能非常准确判断前方被水淹没，且难以估算前方水深，有可能超过车辆轮胎的高度，建议不要继续行驶。这些案例都可以测试出 GPT 在自动驾驶上的潜力，如果能在适当调整提示语，是有望发挥出更强实力的。不过目前的测试都是基于图片，还不知道对于视频的表现如何，不知道空间感知能力有多强，因为自动驾驶跟人的安全息息相关，如果 GPT 出现幻觉现象，是否会导致驾驶决策判断失误，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。如果还有人没用过 AI 工具，我真的建议大家关注一下。在视频简介里，我放了一个无需魔法就能使用国内主流 AI 大模型的网站，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看看。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在大模型出现之前，主要有2种技术路径，一种是跃进式，以谷歌和百度为代表，即通过收集路测数据来训练自动驾驶模型，需要依靠高精度地图来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。另一种则是基于 Transformer 加 BEV 的渐进式路线，这2条路线原本是存在很大分歧的，而现在后者越发成为主流了。比如最近很火的遥遥领先的问界 MT 就实现了不依赖高精度地图，也能在全国范围内使用高阶自动驾驶。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为什么越来越多车企都跟特斯拉一样，开始抛弃高精度地图了呢？ GPT 这样的多模态大模型有望开启自动驾驶技术的新范式吗？要回答清楚这些问题，我们要帮大家先回顾一下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历程。当时美国国防部搞了一个无人驾驶比赛，第1名奖金100万美金，而这个领域主要是卡内基梅隆的惠特克和他的学生们研究多一点。在超能力的诱惑下，他赶紧拉上自己的学生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。比赛前1个月，甚至都睡在仓库的地板上，其中大量时间团队都在绘制协助定位的地图。结果如何呢？这台车才跑12千米就掉坑里了。但是惠克特的小队并没有惨败，因为这场比赛所有的队伍都失败了，大家都是倒数第一。因为比赛规定是看谁先跑240千米，国防部就很尴尬，没想到1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但没关系，第2年我们接着搞，奖金还 double 超级加倍，200万美金。实际呢，当时他们面对的比赛路况基本也算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了，只投入了那么点研发费用，能跑12千米确实也很不错了。在第2次这个200万美金的比赛中，又多了一个很强的团队，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塞巴斯蒂安·特伦。特伦后来成为了谷歌 X 实验室的创始人。特伦的思路是希望借助人工智能让汽车变得更智能，像人一样可以用眼睛看到障碍物，用脑子分辨障碍物是什么，然后选择应对措施。当汽车接入计算机后，他们团队的任务就变成了测试改代码，继续测试，继续改代码。很快特伦的车就能在测试跑道上跑好几圈了。等到第2次比赛的时候，2个团队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，都成功跑完了全程。但因为研发时有人工智能的加成，特伦团队的车快了整整11分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3辆车也成功跑完了全程，这给整个自动驾驶圈的信心是很大的。自动驾驶从想象彻底变成了可预见的未来。后来国防部又搞了一场比赛，厄姆森的团队最终赢下了第1。而这3场比赛为日后自动驾驶领域孕育了无数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，也带起了一波雷达传感器创业浪潮。因为当时所有的参赛团队都会选择激光雷达来提高对道路的感知，那时的激光雷达堪称天价，一颗 Velodyne 雷达可以卖到75000美元。后来价格还伴随规模化优势和技术进步，价格逐步下降。但即便今天，单颗普通汽车激光雷达的价格也要数千元，贵的一些差不多能到1-2万一颗。对于自动驾驶传感器的使用，主要分为2大阵营，一种是特斯拉为代表的纯视觉方案，没有激光雷达就用摄像头来模拟人类的双眼，靠智能计算算出周围的环境；另一种则是在视觉为主的传
传感器基础上搭载激光雷达、毫米波雷达等多种传感器，以实现更好的安全冗余。因为不同的传感器有不同的优缺点，比如激光雷达的特点是精度极高，但容易受恶劣天气影响，比如雷雨天就不好用，成本又极贵。毫米波雷达适用在自适应巡航和自动紧急制动上，不受天气影响，探测距离最远可以达到250米，但却很难识别出行人。某国内产业大佬曾在一次分享里说过，如果仅靠人眼开车，每10万人中就有18人死于交通事故。当时速达到70公里以上时，死亡率攀升到98%，这是不能被接受的。如果想要超越人的极限，就必须要依靠激光雷达。基于这种思考下，国内厂商普遍走的是这一路径。之前国内媒体舆论是，特斯拉选择纯视觉方案，完全是奸商为了赚钱，省去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的成本。但现在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是，特斯拉的方案或许才是未来的终极解决方案，因为纯视觉方案如果在超强算力的加持下，是完全走得通的，且简单高效。纯视觉方案的所有数据都是图像，没有激光雷达的点云，也没有超声波雷达的回波数据，所有的数据源都是单一模态，特征提取和融合都会更容易一些。因为一直采用图像数据，因此只需要围绕视觉处理进行数据积累和模型迭代就好，不会因为新传感器的加入而导致过往积累的数据都无法使用了，需要重新标注和训练。这种方案下，累积的时间越长，数据量越大，壁垒也会越高，不断帮助特斯拉提升和优化自动驾驶技术的性能，并且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也是可以 OTA 不断升级的，这意味着车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开越智能，非常符合老马的第一性原理，是吧？但这一线路的缺点也很明显，比如摄像头对于不常见的物体可能存在漏检和误检的情况。在 GPT 出现之前，纯视觉方案能够识别出什么物体，一定要依靠在训练数据里对物体进行标注。曾经发生过一个有名的安全事故，就是一辆白色大货车发生了侧翻，横在了马路中间，但好巧不巧，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没有识别出来，就直接撞上去了。估计司机也是懵逼的，这么大一个障碍物，自动驾驶咋就看不见呢？原来 AI 在训练时并没有特意的训练过侧翻在路上的白色卡车这个物体，所以只能把它分为一个学习过的东西，比如白云，因此判断没有危险，就直接开过去了。如果没有 GPT 诞生，过去这一方案想要实现高阶自动驾驶，就一定需要不断的拉框，但路上的物体却有千奇百怪，很多东西都没法训练。比如这个侧翻的大卡车，我们怎么找出各种红色、绿色、黑色的大卡车侧翻在路上的图片供给 AI 学习呢？而现在大模型的技术可以做到不用拉框，摆脱了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的尴尬局面，所有道路数据都可以提供给 AI 学习，大幅降低了数据获取成本。二来 GPT 大模型具有非常强的泛化能力，可以识别规则以外的新案例。传统的方式，如果你不拉框不训练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而 GPT 是可以根据泛化特例识别新案例的，这样自动驾驶的使用场景和范围也会更为广泛。特斯拉在2019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做占用网络的技术，这也是自动驾驶领域一个很大的突破，因为它很好的解决了一定要依赖白名单的问题。占用网络技术的核心是在三维空间里表达和理解物体的存在和形状。过去传统的三维物体表示有很多方法，例如多边形网格、体速、点云等，这些方法各有优劣。而占用网络提出了一种新思路，它不直接存储物体的每一个表面或体积单元，而是学习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可以告诉我们空间中的每一点是否属于物体内部，用这种方式还原三维空间中的物体，这样汽车就能知道它前方障碍物的精准形状和大小是什么，然后进行规避。怎么理解这个呢？比如我们在高速路上开车，我们不需要判断前方到底是大石头还是火车掉落下来的货物，知道是一个障碍物，那避开就好了。特斯拉的这一技术再加之 Transformer 的 BEV 感知技术，将动态物体、静态物体统一坐标系，并借助 NERF 技术对三维驾驶场景进行还原，预测出后续决策所需要的道路拓扑信息，就能摆脱对高精地图的依赖。或者换一种说法，现在无需再依靠第三方现有的高精地图，而是通过汽车的传感器感知，实时构建汽车周围的环境模型，还可以预测路况和行人行为，从而实现高阶自动驾驶。高精地图的方式被逐渐抛弃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高精地图的更新速度实在太慢了，基本是按季度更新，但国内城市道路变化太快了，基本每天都在变，依靠高精地图的方式难以支撑 L3 以上的自动驾驶。不过大模型技术落地在车载自动驾驶领域依然有很多问题存在。首先是延迟问题，我们在跟 ChatGPT 对话时都有一定的等待时间，往往需要等待数秒，这是因为大模型的规模十分庞大，需要花一些时间进行推理。但在自动驾驶这样的场景，几秒钟的等待时间足以车辆行驶好几十米了，对汽车行车安全可能会有威胁。二来，自动驾驶是需要本地化拖网运行的，如果开车去了新疆无人区那种地方，也没法联网。但大模型往往都规模庞大，内含数以亿计的参数量，很难本地化部署，即便搭载也需要高
高性能芯片做支撑，这个成本最终也会传导给消费者，未必所有人都能接受。不过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只是阶段性问题，只要将来算力足够大，延迟可以降低，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解决。而根据英伟达创始人的黄氏定理 ，GPU 的推理性能每年都能翻1倍。过去10年里，英伟达已经实现了10年1000倍的推理性能增长。当性能跟成本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均衡时，大模型技术的加入对当下的自动驾驶而言一定是一场颠覆。目前国内厂商里，百度与豪默智行 Drive GPT 都在有意识地布局这一块。而中国车企因为有着最多的路测数据和最大的电动车消费市场，迭代速度一定会比国外企业更快一步，更多的智能辅助驾驶场景也会进一步开发。到时候有望涌现一批新的智驾解决方案企业。从2003年到现在，从只能踉踉跄跄在沙地上行走12千米，到现在可以提前数百米探测到前方的障碍，自动驾驶走了很远的路。虽然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还需要时间，但阶段性成果也显而易见。面对广阔的市场，中国造车新势力也将更加精彩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觉得讲得不错的朋友可以给我一键3连和关注，对 AI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木队，这是一个专门讲前沿 AI 工具的频道。木队是 AI 提示语创始人，平台可以使用 ChatGPT4、Midjourney、Stable Diffusion 等工具，相信会是你拥抱 AGI 时代的领路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